村里的路年久失修，村民们决定集资修路。我出100万占了大头，结果村里规划的路线却没有我家。村里的路那是大家的路，那是大家的路，修到哪里大家说了算。志兴，这你可就误会我了。是我一个人能做主的吗？要是我能做主，别说修到你家大门口，就是修到你家院里都行啊。我笑了，家家都修到了大门口，连村长的鸡舍、狗舍都有路，我家反而没有。好，这么玩是吧？我第2天就带着全家离开，钱我不出了，路就烂在那里。志兴，你快回来！村里修路的图纸已经贴出来了，村长办事还挺有效率的，图纸都出来了。我又不会修路，也帮不上忙，就不用专门回去了。不是啊，志兴，村里修的路没咱家的。没咱家的？啥意思？你爸看了图纸，村里的路不修到咱家，为这事儿，你爸都跟村长吵架了。你快回来看看吧。啥？妈，你别急，我这就回去，看住我爸，别让他出门了。我连忙漱了漱口，扯过毛巾，胡乱擦了把脸，套上衣服就走，一路紧踩油门往回赶。刚一进村，路况立马就奇差无比，坑坑洼洼，坎坷不平。要不是我开越野车，根本就进不来。我家住在村尾，是最后一户，这一路颠得我差点没吐出来，勉强把车开回家。志兴，你可回来了，快去劝劝你爸，还生气呢。爸，儿子回来孝敬你了。村长那狗在村里修路，偏偏把咱家落下，我找他理论，还跟我瞪眼睛，说什么要服从村里安排，我服从他奶奶个腿。爸，这回你应该沏杯好茶，点根好烟，打开电视看会儿动画片，让我妈炒2个小菜，中午开瓶 AD 钙奶，美滋滋的多好。臭小子，回来拿你爹寻开心的。爸爸瞪了我一眼，骂道，随即忍不住笑了。爸不就是修个路吗？为这点破事生气不值当。你在家歇着，我去村委会看看，要真有人欺负咱，看你儿子收拾他。用你收拾？往前倒30年，他敢我招呼，早吹得定眼朝天。是，您老当年从村头打到村尾就没遇见过对手，这也就是您今天心情好。要不他李有田就变成李一田或者李无田了。你小子一天天都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一点正形没有。去，看见你就烦的。我笑嘻嘻敬了个礼，朝村委会走去。不管怎么说，总算把老头哄高兴了。这里是东山村，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。高中毕业后，我外出打工赚钱，然后开始做起了药材生意。如今我的生意做得不小，在村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。前几个月，村子的路年久失修，于是村里就提议大家出钱修路。我出于村集体的一份子，主动出了100万占大头。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出这么多钱，居然路还修不到我家。村委会院里的公示栏上贴着新修村道的规划图，还专门加了条说明：西山村村道规划图公示期7天，有任何意见可到村委会反馈。我盯着图纸认真看了起来，一看我也是一肚子火，难怪父亲找村长理论，要换成我的话，没准都得打起来。看完图纸，我忍着心头的不快，进了村委办公室。说是办公室就是间平房，摆了几套桌椅，为了应付上面检查专门盖的，平时也没人来。不过今天里边却坐着不少人。哟，都在呢。志兴回来了，快，把你的好烟拿出来，让我们也尝尝。村长，找你有点事儿。村委正在研究重大事项，有什么事儿完了再说。这还拿上翘了，一点没有拿人手短的觉悟。我随手拉开一把椅子坐了下来。多重大的事情，我也听听。志兴，村委正在召开会议，无关人等不得参与，防止机密泄露。得了吧，咱村能有什么大事儿？顶破天也就是东迎新人，西送故人，这也能算机密？村里这帮一个个吃啥啥没够，干啥啥不行的货色，指望他们谈机密？他们嘴里的机密，不是谁家的老婆偷了汉子，就是谁家的男人找了寡妇，全都是些鸡毛倒灶的破事，比老太太的裹脚布还不如。再说，按照上级规定，村民作为村集体成员，是有资格参加村委会议，并且提出意见的。有这规定吗？村长脸上立刻挂满了问号，几人对视着，谁也没吭声。村长，孤陋寡闻了吧？我轻笑一声，满是不屑。有这规定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忽悠这帮家伙是足够了。那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，散会。
等屋里的人都散了，我起身走到村长旁边坐下，直奔主题。村长，村里的路到底是怎么规划的？为什么不修到我家？我家不配有路吗？志兴，这修路可不是小事，但是要算明细，你家是村里最后一户，修过去就得多铺几十米，这不划算。别跟我扯这个，最后一户就不是村里的一份子了，全村113户，家家户户都把路修到了大门口，唯独落下我家。村长，你这么办事，是不是有点厚此薄彼了？还是说我家是软柿子好捏？志兴，这你可就误会我了。村里修路那是集体的事儿，是我一个人能做主的吗？要是我能做主，别说修到你家门口，就是修到你家院里都行。得了吧，那规划我可就在院里贴着，用不用我撕下来给你看看？你做不了主，为啥到你家连后院和鸡窝都把路修上了？这就不怕多花钱了？这跟假公济私有什么区别？志兴，你跟我说这些没用，修路那是村民们一致决定的，怎么修也得按大家伙的意见吧。我是村长，村里大事小情都离不开我，给我家多修2条也是为了方便村民们找我办事嘛。你说我假公济私，那可就冤枉我了。我这都是为了村民们服务，为了村民们服务。还为村民们服务？咋的？你家的鸡也要为村民服务？行，村长，这些年村长没白当，本事没见长，场面话说的倒挺溜。就你这水平套行头，说你是乡长都有人信，是吗？村长眼睛一亮，还真以为我在夸他。还是吗？我就那么一说，你还真信？我撇撇嘴，气得村长脸都黑了。行了，我没时间跟你在这兜圈子。修路这事，不管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别人的意思，这条路必须修到我家门口。你听清楚，这是要求，不是请求。说罢，我直接站起来准备离开。村长恼了，一拍桌子，冲我吼道：志兴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生意有俩钱就了不得了，还命令上我了？不管你愿不愿意，这路就得按图纸上画的修。我说的。你居然敢跟我拍桌子，你也别太拿自己当回事。之前你跟我爸起争执那事儿，我还没跟你立论呢。我好声好气跟你沟通，你倒是得寸进尺，真不把我的话放眼里是吧？来，你再拍一下桌子我看看。我居高临下看着村长，指着他的鼻子训道：是不是我这几年太低调，让这老杂毛忘了之前在我跟前低三下四的样子，觉得自己又行了？志兴，村里的路那是大家的路，修到哪儿怎么修，那也得大家说了算，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主得了。这话说的太有水平了。既然村长你拿大家说事儿，那这路爱怎么修怎么修，我不跟你争。村里的路是大家的路，那我的钱总不是大家的钱，这修路的钱我不出了。志兴，修路是大事，一开始都商量好的，临时变卦可不行。你要是不出钱，那这路可就没法修了，你这是跟全村作对呀！村长一听我不出钱了，小眼珠一转，立马开始劝我。当然，表面上是劝我，实际上是威胁我少拿全村说事。我又不在村里住，咋的？我要是不出钱，还有枪毙的罪过了？那得召开全村大会了，这可是集体的事儿。那就开呗，村委会不是有大喇叭吗？你现在就去通知开会，村里修路我出钱最多，结果把我撇上了，我倒要看看谁能给我说出个1、2、3来。这不好吧？村长犹豫了，召开全体村民大会这种事几辈子没发生过了，哪怕是决定修路这种100年头一回的事，也只是跟各家各户通了个气，征求意见而已。那你自己看着办吧，反正不把路修到我家门头，这钱我是不会出的。志兴，这是要得罪人的。村长纠结了半晌，最后跺跺脚去广播了。得罪人？都这时候了，我要是害怕得罪人，那我们一家以后还不得被人按着脑袋欺负？
还好意思装出一副为我担心的嘴脸。当我不知道他李有田是什么货色，不管啥事儿，永远都是出力最小，拿好处最多的。全体村民注意！全体村民注意！村里修路的事有变故，所有能动弹的村民以最快的速度来村委会。很快，村民们陆陆续续赶来村委会。本来就不大的院子里，很快人满为患。我爸妈也来了。志兴，什么情况？怎么还开上全村大会？我让村长把人叫来的，咱们村这帮人有点欺负人了。我没好气地说道，低声给爸妈解释了一下来龙去脉。志兴，这不太好吧？这么一弄，等于把全村的人都得罪了。就算这路修到咱家门口，以后还怎么跟人相处？要不还是算了，不修就不修，大不了我跟你爸弄点砖头铺上，反正就几十米，也没啥影响。妈妈是个老实的农村妇女，一听我要跟全村的村民硬刚，第一反应就是担心，生怕因为修路的事儿跟村民把关系闹僵了。怕个炮！咱又不欠他们的，还得看别人脸色过日子。村里修路，各家各户都出了钱，凭啥落下咱？谁敢拿这事儿刁难咱家？看我不大嘴巴抽他！讲道理就行了，没必要动手。都是乡亲，撕破脸，面子上也过不去了。放心吧，妈，今天这是咱家占理，你和我爸先回家，这点小事我自己就能处理了。我安慰了妈妈一句，让她和我爸先回去。谁知道一会儿会发生什么事？没准两句话不对付，都得动起手来。我可不想让二老看见了担心。没事儿，我们就在这儿看着。真有那给脸不要脸的，我饶不了他。爸爸想也不想就拒绝了。我明白，不是他想要看热闹，其实是担心我吃亏。好吧，可别脾气一上来就跟人干起来啊！我真顶不住了，你再出头也来得及。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，村长还跟个跳蚤似的窜来窜去。我一把揪住他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村长，挨个谈话，你搁这联络感情呢，赶紧办正事儿。”志兴，就不能对我说话尊重点？尊重，快点吧。安静点儿！你在广播里说修路的事儿有变故，到底是咋回事？着急忙慌的把我们喊过来，有事赶紧说，家里还有一堆活要干的。咱们村不是要修路吗？志兴呢？他不同意村里的方案，所以他不打算出钱了。修路这事儿都已经定下，就等着开工了。所以把大家召集过来，一起商量下，这到底是修还是不修？村长扯着大嗓门解释，虽然事情的确是这么回事，可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就好像是我拦着不想让村里修路似的。好一招祸水东引，分明就是要把我推到村民的对立面上。我冷笑着看向村长，并没有当回事。反正钱在我手里攥着，出与不出，全凭我自己做主。啥？志兴，你这是要干啥？都定好了的事儿，怎么能说变卦就变卦？就是啊，志兴之前开会的时候，你不是也支持村里修路吗？怎么临到动工又改主意了？志兴，都一个村的修路，那也是给村里修，你这么做事儿就太不地道了。村长引来的哪是祸水，简直就是洪水。村民们七嘴八舌冲我嚷嚷，他们接受不了我撤资，也不同意我撤资。喊什么喊什么，仗着人多欺负我家志兴！我还没说话，我爸先忍不住了，站出来维护我。谁敢欺负你家志兴？现在是他欺负我们，好不好？修路这事儿，咱们全村盼了多少年了，好不容易定下来，他突然又不干了，这不是坑大家吗？咋的？没了志兴，这路还修不了？我家志兴啥时候这么重要了？村里修路，村民集资，就差我家那一份钱了。再说这路也没修到我家门口，我们不出钱，那也合情合理。你们一个个喊什么？还有你在这挑拨什么是非？大老爷们净干娘们事儿，不服气站出来，咱们干一场！啥情况？这是村里集资修路，你不打算出钱了？我以为你找村长能谈个什么呢？合着就这保底抽亲的招，真以为自己赚2个钱就飘了？你这法子能拿捏住谁？到头来还得让人背后笑话你小气。对完了村民，我爸回过头又训了我一顿。他以为我是不想出集资的这笔钱了。我苦笑着，不知该怎么解释。叔，还真就差你家那份钱，找人算过了，修路得花130万，你家志兴出100万，他要是不出这100万，那这路还怎么修？要不是看在邻里街坊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儿又实诚，才不会出这100万。不过他要不出钱，我也支持他。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打算出这么多钱，既然是集资修路，那全村平摊就是了。
可村里开会商量出钱的时候，没有一家愿意出钱的。不是家里揭不开锅了，就是连孩子的学费都凑不出，一个个就像是刚才乞讨现场赶回来的一样。眼看着没法继续开会了，村长就给我挖了个坑，难怪我爸总骂村长是狗日的，这老东西真是不干人事。再说一句，这路不修了，这钱我们不出了。说，这都定好的事儿，怎么能说反悔就反悔呢？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当初可是自己答应要出100万的，我们谁也没逼他。现在一句话就不出了，拿我们当猴耍。一听我爸也说不出钱了，这帮人顿时就不干了，纷纷把矛头对准我。闭嘴！到底是谁欺负谁？当初答应出钱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修路？你还好意思说修路是全村的事？出钱的时候一个个跟孙子似的往后躲，现在都牛气了是吗？你们这些人有一户算一户，路都修到家门口了，那不是统一规划，为了大局考虑吗？村里凑的钱也只够修那么长，谁叫你家在村委，又不是故意的。你要想修到你家门口，那就把那几十米的钱补上不就完了吗？嘿，赵铁柱最近跟着村长长本事了，还学会犟嘴。你们这帮人到底有没有点良心？什么叫统一规划，考虑大局？你们都规划上了，你们都是大局，就我家被落在后面，凭什么？村长家前后院方方面面都安排的明明白白，我家出钱最多就安排不上，是不是都觉得我脾气好，觉得我家好欺负了？做人要讲良心。你们要是这么办事，那这修路的钱我还就1分不出了，爱咋地咋地。志兴，我看是你飘了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做生意赚了几个钱就不把大家放眼里了？告诉你，我还就看不惯你那牛逼哄哄的样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要不是大家种药材给你供货，你的生意能做起来吗？现在还跟我们大呼小叫上了。修路是村集体决定的事儿，你要是敢扯后腿，那就是故意损害全体村民的利益。我爸一听就要上前理论，被我拦住了。行啊，王大顺这2年硬气了，忘了之前端个破碗挨家挨户蹭饭的德行了。我就牛逼了，怎么的？看不惯你咬我，还给我扣大帽子，你算个球！我损害谁的利益？你给我说明白，这钱我还就不出了，怎么地？报警抓我，去告我，我倒要看看谁能让我把这钱掏了。这话也是对你们每个人说的，说话做事之前，先掂掂自己的斤两。村长，你又缩到壳里去了。村里修不修路，你们自己商量。100万我是不会出了，1分都不出。志兴，你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，真以为东山村离了你不行是吗？告诉你，这路没有你，我们照样修。不就是多出点钱吗？好像谁出不起似的。你们一家以后别想在东山村待了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好，爸妈，咱们走。我的心一阵冰凉，不再多说，拉着爸妈回家。志兴，你这么一闹，以后跟老家的乡亲们相处，怕是要多些隔阂了。往后咱们还怎么好好跟大家相处啊？人家都骑到咱们脖子上拉屎了，还惯着他们干啥？要我说，没打他们的都是轻的。一帮不要脸的东西，合起伙来欺负咱们。爸妈，咱们搬家。啥志兴？就算今天闹得有点不愉快，可也用不着搬家。咱们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有啥好怕的？咱们怕啥？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你和我妈在村里住了一辈子，咱家也没做过什么大奸大恶的事。按理说人缘应该不差吧？之前我一直想不通，村里修路咱也支持，我还是出钱最多的，为啥偏偏就把咱家落下了？刚才我突然明白了，这事儿他们是特意这么做的。你听他们说的话，好像我做生意是靠着他们才赚到钱的。他们心里不平衡，凭什么咱家就比他们有钱？这人一旦生了嫉妒心理，那就开始憋坏水了。从我开始做生意这几年，村里这帮人表面上不说，
背后打了咱家多少主意，占了咱家多少便宜。就那赵铁柱，去年他结婚来咱家缠着我，又是托关系，又是哭穷，要在城里订酒店，要雇车队，还死皮赖脸让我给他随份厚礼，说是脸上有面子。好家伙，连娶媳妇钱的事都想让我搭把手，看他刚才那架势，只差当场跟我闹翻了。这种人根本就不记恩，村里这些人穷了一辈子，不想着赚钱过好日子，整天琢磨从别人那儿捞好处。说句难听的，就是一群刁民。说着说着，我也是一阵火大，爸妈都不吭声了。我说的他们又何尝不知道，只是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，人情的观念早就根深蒂固。有时候明知道吃亏，也只能忍着。当年我做生意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候，思想还是农村人那一套，衣锦还乡，再盖一栋大房子，让村里人都知道我赚钱了，我家的日子好过了。一个也是农村出身的老板，得知我的想法后，给我讲了个锦衣夜行的故事，恨人有，笑人无。这不是当下很多人的心理写照吗？为此引发的矛盾还少吗？我立马改变了主意，在城里买了房子，想接爸妈去住，可二老不愿意，我只能尽所能让爸妈吃好点，穿好点，过得舒服点，同时一再叮嘱他们财不露白。可我都这么低调了，却没能隐瞒多长时间。后来我帮村里销售药材的时候，村长他们在城里也见识到了我的生意规模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村里谁家办个红白喜事，谁家有个头疼脑热，都开始来我家化缘。虽然嘴上说是借钱，从来没还过。唉，咱们村这帮人心都黑了，那咱们跟着走，住了一辈子了，就这么走了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爸，这穷乡僻壤的，有什么舍不得的？进城住着，干啥都比村里方便，住着也舒服。我那房子旁边就是公园，全都是老太太，锻炼的、下棋的、跳舞的。你们去了也能交点新朋友，总比守着这帮没良心的白眼狼强。说实话，今天这事儿一出，你们再待在村里，我是真不放心。谁知道这帮人能到什么地步？万一点个火、下个药啥的，这事儿又不是没出过，到时候我就算把他们撕了也于事无补。再说你们去城里也能帮我分担点，万一过2年生个孙子孙女，我还指望着你们帮我带呢。我绞尽脑汁寻找各种理由说服爸爸。行，进城，当了一辈子农民，咱们也当回城里人，去享享福。说走就走，我那什么都不缺，家里这堆破烂也没有带进城的必要。让爸妈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和贵重物品，把大门一锁，直接回城里。村里这条还没开工的路跟我家就没关系了，他们爱怎么修怎么修，就算给村长家厕所也铺上路，我也没意见。至于村里这些人，那就更没关系了。时间一晃过了3个月，我们一次也没回过村里，爸妈也已经彻底融入了城里的生活。妈妈加入了广场舞大军，每天早晚必跳2个小时，还有自己的舞队，隔3差5还有团建活动。爸爸也交了不少喜欢锻炼的老年人朋友，凭着种地练出来的力气，迅速在朋友圈内打响了名气。每天一到点就出门，不玩高兴了绝不回家。我估计现在要跟他们提回村里，绝对能给我扣上一顶不孝的罪名。唯一让我头大的就是爸妈对抱孙子的执着，每天都要唠叨无数遍，让我兑现诺言。这天正在谈业务，忽然接到了村长打来的电话。志兴，这2天回来一趟，尽快。电话里村长用的是命令的语气。你谁呀？让我回哪儿啊？我明知故问。我是你田叔，这都几月份了，你还不回村里？说什么呢？听不懂，我这还有事儿，挂了。我直接就把电话挂了。我当然知道现在是几月份，也知道村长叫我回村里干什么，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随后村长又连着给我打来好几个电话，都被我无视了。今年的药材市场行情低迷，药厂把价格压得很低，想卖出高价就必须有过硬的品质。不过好在我手里有不少靠谱的供货商，而且都是一手货源。最近我一直都忙着跟他们打交道，有时候一天得应酬7、8场，爸妈也算是体谅我，没再提孙子的事。第2天，我的办公室来了一群不速之客，是村长带着一帮村民来找我，10几号人都快把办公室挤满了。带这么多人来，是向我示威的。我抬头看了一眼，
示意秘书先出去。有什么事抓紧时间说，我一会儿还要去见客户。我很公式化的说了一句，然后低头看资料。村长起步走到办公桌前边，有些恼火的质问我：“志兴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”我说过了，有什么事抓紧时间。志兴，村里的药你什么时候去收？大家伙都等着呢，你不回来，打电话你也不接，这不是耽误事儿吗？滚出去！都这时候了，还是一副我欠你们的口吻，真是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志兴，你怎么跟村长说话呢？让你说话了吗？你谁呀？不想让我叫保安进来，把你打出去，就老实站着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提高音调训斥道：“自从上次的事情之后，我和这些人，或者说和整个东山村就再无情分可言，不给他们好脸，我没有任何负担。”志兴，我不知道你因为什么事儿心里有火，可村里的事儿不能耽搁，再放下去，那药材就要掉水分，那是要掉秤的，你可不能拿大家伙的收成开玩笑。村长深呼吸了几口气，学着好声好气跟我说话了。不过这话听着还像是指责。我听明白了，你今天来找我是让我去收购东山村的药材的。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东山村的药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谁规定东山村的药材我必须得收购？你前几年不都是你收吗？前几年和今年有什么关系？咱们是签了合同了，还是有哪条法律规定了？志兴，你也是东山村的人，你有责任和义务给东山村办事。这些年要不是大家种药材给你，你哪来的生意？现在想过河拆桥了？现在想起我是东山村的人了，修路的时候怎么不提呢？你们一家家一个个挖空心思算计我家的时候怎么不提呢？还有，说话之前先过过脑子，什么叫大家种药材？给我说的好像村里卖药材的钱都给我了一样。我可一直都是按市场最高价收购的，谁也没亏待过，别觉得自己委屈了。另外，我这儿从来不缺生意，跟我合作的药材商不少，东山村是最不赚钱的一个。我一撇嘴，愈发体会到这些人的无耻，在他们眼里，我的生意做得再好，都是他们赏赐的，所以我是欠他们的，必须要时时刻刻回报他们。谁算计你家了？你不要空口白牙在这造谣！怎么，需要我一桩桩一件件搬出来细说吗？我直勾勾盯着村长反问道，他不吭声了，有没有算计过我家？算计了多少？他心里明镜似的。志兴，我知道因为修路，那时你心里有疙瘩，可你一个大男人，总揪着那事不放干嘛？现在路都已经修起来了，你不是也没出钱吗？这事就翻过去了，先办药材的事。修好了，那修到我家了吗？不用问，那肯定是没修到了。我也没工夫跟你们扯淡，都回去吧。收药材的事以后别来找我了。我甩甩手下逐客令。志兴，做人别太过分，是不是觉得我好声好气跟你说话好欺负？告诉你，今天村民代表都在这儿呢，收购药材的事你必须给我们办了。怎么仗着人多吓唬我，还想搞强买强卖那一套？就你们这10来号人，我这栋楼里有40多个保安，要不你再嚣张点试试？我慢慢站起来，双手扶着桌面，凑近村长，冷笑着问道：“志兴，你这是要与整个东山村为敌？别忘了你家还在村里，你要想清楚这么做的后果。”行，你现在翅膀硬了，咱们走着瞧。村长踉跄着后退了几步，带着那帮乌合之众狼狈离开。又过了10来天，我正跟那位给我讲过锦衣夜行故事的前辈，准备去参加一个商务会，结果被堵在公司楼下。整个东山村从老到小能动的全来了，我知道他们手里的药材卖不出去，急了。志兴，你帮忙把药材收了吧，我们一家老小指着这点钱吃饭呢。志兴，村长那狗日的一肚子坏水都是他挑拨的，我们不让他当村长了。他家门口的路都给他挖了，乡亲们凑了点钱，把路重新铺了，直通你家院门口。村民们围着我七嘴八舌的叫道，前辈老板是知道我的遭遇的，不等我开口就站出来说道：“哎，你们这些人还要不要点脸了？
之前喊着让智兴一家滚出东山村的时候，可是比现在硬壮多了。你是谁？我们找智兴跟你有关系吗？轮得着你说话吗？又没问你，可显着你长嘴了是吧？村民们这会对我客气，可不代表他们也会对前辈老板客气，直接张嘴开喷。我是智兴的大哥，我说的话他都得听，你们还要跟我嚷吗？前辈老板拦住正要解释的我，笑着看着那些村民说道。这下没人敢吭声了。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们这些人，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，良心都喂到狗肚子里了，咋了？现在手里的药材卖不出去，就愿意给智兴家修路了？早干嘛去了？知不知道这些年智兴为了给你们村卖药材亏了多少？就你们村种出来的药跟野草似的，市场上根本就没人要，用得着人家了。叫人家智兴用不着了就让人家滚，你们就是一帮彻头彻尾的小人，就算饿死也不值得同情。再在这儿拦着，我可就报警告你们聚众闹事了。有在这耍无赖的功夫，还是先学学该怎么做人。你们种的药材我替智兴做主了，肯定不收，自己想办法解决去吧。不服气的就来找我，咱们碰碰。前辈老板拉着我直接离开。上车后，前辈老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：智兴，别觉得哥哥说话难听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良人择邻而居，生意也是要讲究一个运势的。你身边围着这种人，会影响你财运的。听哥哥一句劝，以后离这种人远点。我点点头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果不其然，远离了东山村之后，我的生意越来越顺，一连谈成了几笔大单，我的生意越做越大，生活顺风顺水。至于东山村的，后来我不太了解了，只知道接下来的那几年，他们种植的药材全都最后以极低的价格卖出，都赔了不少。而煽动闹事的村长也被他们冲进家里暴打了一顿。当然，这期间不少村民私底下都是给我打电话向我道歉，但人的信任只有一次，没了，那就是没了。